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也许您已经对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系统有了很多了解，毕竟这个恒星系统出现在很多的科幻作品中，不管是变形金刚，还是阿凡达、三体，甚至是流浪地球。在现实中，人们也在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系统中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邻星附近发现了处于恒星宜居带的行星比邻星 B。 但是由于比邻星经常会爆发耀斑，因此生物很难在比邻星 B 上生存。比邻星 B 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系外行星殖民地。那么在离太阳比较近的恒星系统中，还有没有条件更好一点的系外行星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离太阳系第二近的恒星系统，距离我们 5.96 光年的巴纳德恒星系统的情况吧。2023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上映，电影里提到了一个天文学名词氦闪。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什么是氦闪呢？氦闪是指太阳进入主序星的末期，太阳内参与核聚变的氢基本上已经全部聚变成氦的时候，此时太阳的核心开始收拢并形成氦核，收拢释放出来的引力使得太阳核心及周围的温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处于太阳外层的氢会向内进入到温度和密度都更高的太阳内部，这就会点燃氦核外一定范围内那些本来不应该被点燃的氢。这个过程叫做氢壳层燃烧。氢壳层燃烧是一个非常剧烈而且增长很快的过程，它产生的辐射压能把太阳的外层给吹起来，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此时太阳的外层会迅速的膨胀，太阳由一颗黄矮星变成了一颗红巨星。变成红巨星的太阳的体积会非常庞大，它的半径会扩大大约200倍，直接吞没金星甚至是地球，而这个过程就是氦闪。氦闪虽然可怕，但这种事儿毕竟是50亿年以后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人类会怎么样还不好说呢。我下面要向大家介绍的将是一件大约在98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它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可能比氦闪还要大。想要了解这起9800年以后的事情，咱们还要从头说起。1857年12月16号，爱德华·艾默生·巴纳德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巴纳德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伊丽莎白·巴纳德独立抚养的。由于家庭贫困，巴纳德没有受过什么正统的教育，他最早的兴趣就是摄影。在9岁那年，他成了一个摄影师的助手。后来巴纳德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1876年，他购买了一台5英寸口径的折射式天文望远镜，并用这台望远镜在1881年发现了他的第一颗彗星。后来巴纳德还使用这架望远镜发现了其他7颗彗星。在1880年代，有一个商人自掏腰包赠予每颗彗星的发现者$200的奖金，巴纳德就用这$1600奖金为自己和妻子盖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纳什维尔的天文爱好者还为他筹集了一笔奖学金，使他能够到范德堡大学就读。所以当巴纳德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30岁了。毕业之后，巴纳德先是受聘于克利天文台。1895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为天文学教授，因此有机会使用天文台40英寸的折射式望远镜。1916年，巴纳德在蛇夫座贝塔星附近发现了一颗拥有巨大自行的恒星。这颗恒星在恒星的归类上属于 M 型恒星，也就是红矮星，和离我们最近的半人马座阿尔法 C 星，也就是比邻星，属于同一类型。这颗恒星的半径只有太阳的 20%， 质量只有太阳的 14%， 仅比成为红矮星的最低标准太阳质量的 8% 大了一点点。这颗恒星现在离太阳只有 5.98 光年的距离，它是除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之外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巴纳德，就把这颗恒星
命名为巴纳德星。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和巴纳德星距离太阳系的情况。右侧位于4光年半径的圆外的大黄点和小红点表示的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在左上方位于6光年半径圆上的小红点表示的就是巴纳德星。大家可能会奇怪，我在介绍这颗巴纳德星的时候说，它是一颗拥有巨大自行的恒星。这里所说的自行指的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天文学家把恒星的运动分解成2个不同的方向上的分量，就是径向运动和切向运动。在2个方向上的运动速度也就相应的被称为径向速度和切向速度。径向运动通常又被称为视向运动，它表示的是恒星在靠近还是远离我们。径向运动速度的单位是公里每秒。切向运动表示的是恒星垂直于我们视线方向的运动。切向运动速度的单位是角秒每年。恒星的切向运动反映到观测上，就是它的位置在天球上的投影变化。这种变化就被称为恒星的自行。恒星的自行大表示的就是恒星在天空中相对位置的变化快。巴纳德星是目前已知所有的恒星中自行最大的，它每年以 10.3 角秒的速度移动。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大的自行速度，巴纳德星也被称为巴纳德逃亡之星。然而一切还不止于此，巴纳德星不仅存在自行，它与我们之间还存在着视向运动。事实上它正在靠近着我们。通过对巴纳德星光谱的观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天文学家观测到巴纳德星的光谱存在着蓝移的现象。我们知道，当被观测的物体的光谱红移的时候，表示这个物体正在远离我们，而当光谱蓝移的时候，就表示它离我们越来越近。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巴纳德星目前正在以每秒140公里的速度朝我们太阳系飞奔而来，这大概相当于是每小时50万公里。看到这儿，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万一这个巴纳德星撞入太阳系，会不会把太阳系给毁了？其实关于这点，大家不必过分担心。就目前的观测而言，巴纳德星运行的轨迹与太阳系存在着一定的夹角。天文学家根据巴纳德星朝向太阳移动的方向和速度推算，它将在9800年以后最接近太阳，那个时候它与太阳系的距离是 3.75 光年，之后它又会慢慢的远离了太阳系。不过即使是在巴纳德星离太阳系最近的时候，比邻星依然是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从2万年前到8万年后几颗离太阳比较近的恒星与太阳距离变化的情况。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大约在9800年之后，比邻星依然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从这张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大约在32000年后，直到43000年，Ross 248星将接替比邻星，成为离太阳最近的恒星。Ross 248星离太阳最近的时候发生在36000年后，到那个时候Ross 248星与太阳的距离只有 3.02 光年。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巴纳德星、Ross 248星和 Gliese 445星，这些恒星或者说这些恒星系统与太阳接近，它们的引力是有可能影响太阳系内天体的正常运行的。但这些都是几千几万年以后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以人类的科技肯定已经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威胁肯定要比50亿年以后的氦闪来得更紧迫些。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2018年11月14号，由欧洲南方天文台和卡纳基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天文学家组成的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在巴纳德星的宜居带上发现行星的论文。这颗行星被命名为巴纳德 B， 它的半径大约是地球的 1.37 倍，质量是地球的 3.25 倍。这就表明
巴纳德 B 不可能是一颗气态行星，它应该像地球一样是一颗固态行星。巴纳德 B 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大约是地球表面的 1.25 倍。这些数据似乎在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未来人类殖民系外行星的候选地。巴纳德 B 离它的母星巴纳德星大约有 0.4 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40%。 这个距离和水星与太阳的距离差不太多。巴纳德 B 的公转周期是233天，这个周期和金星的公转周期差不太多。看到这儿，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这颗行星离它的母星这么近，行星上会不会很热呢？其实您不必过虑，由于巴纳德星是一颗很小的红矮星，表面温度非常低，大约只有3000摄氏度，所以尽管巴纳德 B 离巴纳德星很近，但行星表面的温度却依然很低，它表面的温度可能只有零下170摄氏度。在巴纳德星上存在着高等生命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使这样，在巴纳德 B 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比在比邻星 B 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相比于比邻星，巴纳德星不像比邻星那样经常爆发耀斑。耀斑就意味着强烈的辐射，生命是很难在强辐射下生存的。巴纳德星的年龄介于70到120亿年之间，不仅比太阳和比邻星古老，天文学家甚至认为它很可能是银河系中最古老的恒星之一。目前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自转的能力。根据它的光度周期，天文学家推算出巴纳德星的自转周期一般需要130天，而相比之下，太阳自转一周只需要25天。因此，天文学家预计巴纳德星上的恒星活动要远没有比邻星和太阳这么剧烈。如果真的是这样，它倒是可以成为未来人类殖民系外恒星系的备选地。不过1998年，天文学家观测到巴纳德星的一次强烈的耀斑，耀斑持续的时间超过了130天，期间耀斑的温度高达8000摄氏度，这超过了这颗恒星正常温度的2倍。这次耀斑的爆发令天文学家大感意外，因为天文学家没有预期到这种年龄的古老恒星还会有如此剧烈的活动。在天文学界，这次耀斑的爆发的原因仍在争论中，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不过，这次耀斑爆发也使巴纳德星成为天文学家研究和了解同类恒星的主要观测目标。研究这些对于分析 M 型恒星的耀斑、恒星风和等离子体抛射事件对其宜居带上的行星是否有可能存在生命以及对生命的影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知识也是未来人类选择其他恒星系统殖民地所必须的知识。其实，殖民外星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个微小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失败。因此，只有不断地展开对未知的探索，丰富自己的知识，人类才能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在浩瀚的宇宙中，知识才是生存的第一法则。好，关于巴纳德星，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